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家里面炒菜的锅，每次刷完过后，总会有一些锈迹，尤其是有水渍残留的地方。而这样残留下来的锈迹，像这一块儿，它是非常的难以清理。今天教你方法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炒完菜的锅刷洗过后就会有锈迹。到底是怎么做的呢？一起来看一看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把锅给它清洗一下。清洗过程当中，建议滴上一点点洗洁精，再加入水，这样可以把锅里多余的脏东西和灰尘给它洗掉，这样有利于之后来清理上面的锈迹。看一看这个水还是挺脏的，然后将水倒掉，再打开水龙头给它冲洗几遍就可以了。即使这样清理过后，看这里还是有锈迹残留，这时候我们把它放在灶台上，然后把火打开，先将锅里面的水分烧干。这里我们尽量用大火，再把整口锅拿起来，在火上烧一烧，大约烧上2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了。因为通过高温的加热，可以让里面的锈迹因为高温而膨胀，导致破裂，自然而然多余的锈迹就会脱落。因此，如果你家的锅锈迹太多，可以先用高温来烧一烧。接下来再往锅里面撒上一点点食盐。众所周知，食盐它的颗粒感是非常的强，然后用抹布或者刷把这样刷一刷，因为盐与锈迹接触会产生可溶解物质，所以也能达到一定的去锈效果。刷好之后，再把盐倒掉，最后再次加入水，把锅里面降温，然后再撒上一些食用小苏打。接下来再倒上白醋。众所周知，白醋有软化锈迹的作用哦。然后把锅放在这里浸泡上1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开水，然后将锅里面再次刷一刷。通过这样的方法，可以看见，不仅能够把锅刷得干干净净，而锅里面残留的锈迹也已经被处理干净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，谢谢。看一看现在的锅是不是已经变得特别的干净了呢？当然，我们经常炒菜，锅底也有许多的油脂残留，而像这些油脂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清理一下，这样可以延长锅的使用寿命。同样，我们只需要先把锅底给它打湿，然后再撒上一点食用小苏打。当然，不仅仅可以去除锅底的油脂，如果锅底有一些锈迹残留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清理哦。最后，在锅底贴上一层卫生纸，这样可以防止小苏打快速干燥而达不到想象中的效果。在锅底铺满一层卫生纸就可以了。
最后再次用白醋将每一张卫生纸都给它淋湿。因为白醋不仅仅可以起到软化的效果，而它和使用小苏打碰撞在一起，会产生大量的气泡，而且这样的气泡清洁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。淋好以后，用手拍一拍，让纸巾牢牢地贴在锅底，然后让其静置10到15分钟左右时间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把纸巾撕下来，然后就用这个纸巾将锅底刷一刷，这样可以将锅底上面多余的油脂给它刷掉哦。刷过之后看一看纸巾有多脏，最后再用水将锅底冲一冲就可以了。这样一来，不管锅底它有多少的油脂，都会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而想要防止锅里面每次刷完就生锈，其实也很简单，放入灶上，先用大火把锅里面的水分烧干，接下来往锅里面倒上一点油，无论是植物油或者是猪油都是可以，因为油可以在锅上面形成一层保护膜，这样可以防止锅生锈。最后用刷子将油在锅上均匀的刷上一遍，这里火一定要开到最小，防止火太大，锅里面着火，或者是里面的油脂溅到身上而烫到。用刷子将油脂均匀的在锅里面刷上一遍就可以了。刷完过后立马关火。当然了，我们刷完过后，如果你觉得锅底有必要刷的话，也可以再刷上一层油脂。最后只需要把锅放在一旁，给它放上一段时间就可以了。这样再也不用担心下次使用过程当中锅再次生锈了。当然了，处理好以后，刷锅的时候不要再使用钢丝球之类的，我们用洗碗布来清理就行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